你好，这里是达特照。随着高龄化的时代，老年人慢性疾病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。这当中，罹患骨质疏松症的人数越来越高，成为长者健康的一个大威胁。骨质疏松症已被列为全球第2大流行疾病。在台湾，60岁以上的人口中，就将近16%的人罹患骨质疏松症，其中又以女性更为严重，几乎占了80%。70岁以上的长者，则有40%左右会因骨质疏松症造成行动不便，需要卧床。那我们就思考说，那在我们骨质里面，肾主骨，所以说我们骨头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一个保养？在保养里面，我们就去找古时候里面的什么植物会比较好用。那我们就找一个名字啊，古代的名字，它在唐朝就把它命名叫做骨碎补。很简单，就是骨头碎了，它还能补回来，这是古代皇帝啊去命名的。那我们就去找这种植物啊，那这种植物啊，它的品种也非常多，骨碎补啊，差不多10几种有。哇，也是好多哦。对，那在里面有中药可以用的，也有民间用的。但是这些骨碎补里面呢，我们简单的讲，就是同样称为骨碎补，异物就不同的植物，同名异物非常多。看似不起眼的植物，往往容易被忽视。事实上，它很有价值，而它的价值早在唐朝时就被发现了。早被发现的药草，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研究呢？但没想到骨碎补也有这么多品种，真是真爱难求啊！在研究里面呢，从市面调查啦，我们的植物的研究里面呢，我们就开始锁定说，台湾啊，有一种骨碎补是用台湾来命名，它叫做达巴利亚佛摩沙纳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这种东西啊，以前民间在使用的时候，因为啊，它会长在龙眼树啊，比较潮湿的龙眼树，它会爬在那个龙眼树上，所以在古代啊，民间使用啊，都叫做龙眼红。红是草字头在一个红字，那个就是消红的意思，就是说消炎的意思。在我们的植物的学名里面，就叫做台湾骨碎补。在茫茫树丛中千寻百找的台湾骨碎补龙眼红，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成分呢？那事实上我们研究这个台湾骨碎补，就是达巴利亚佛摩沙纳这个，我是还在中国医药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啊，那我在研究里面呢，发觉啊，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 ECAP。那因为这个英文的名字非常长那我们简单的讲的 ECAP 这个成分啊，那我们针对这个成分啊，我们深入去探讨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刚刚讲过的巨噬细胞啊，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抑制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的这些免疫系统里面，巨噬细胞一直活化，我们就会造成巨噬细胞过度活化症。那英文叫什么？叫做 macrophage， 就是巨噬细胞activation 过度活化 symptom 症状，就是说巨噬细胞过度活化的症状。那这些巨噬细胞活化的过度的症状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自体免疫。那自体免疫的这个疾病啊，就有70-80种。那每一个人自体免疫的疾病的发生啊，它不太一样。那所以说我们在 ECAP 啊，我们去申请国际的专利的时候，包括我们美国专利啦、日本专利、台湾的专利啊，我们申请了这些国际专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针对 MAS， 就是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， 就是我们所谓的巨噬细胞过度活化症状啊，去申请了这个专利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中医里面所谈的，如果年纪越大的时候，因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消除它？就是用这个理念去开发这一些东西的产品。不说你一定不晓得，骨碎补不只如其名能补骨头，还能改善有关巨噬细胞活化造成的相关症状。接下来就跟小编一起深入了解骨碎补厉害的地方。
再来，我们看到脂肪。我们人体不是吃太多的时候就肥胖嘛？肥胖是全身的一个发炎嘛？那我们去看了，它对于肥胖的这个我们叫脂肪细胞，你长期吃的时候，它可以缩小。但大家把这个肥胖细胞、这个脂肪细胞缩小啊，就直接想成是减肥，其实错误的。它不是减肥，它是让我们脏器的这一些脂肪细胞啊，比较不会囤积。也就是说，它把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这一些脂肪，或是我们的糖类，把它利用掉，就是促进我们的代谢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代谢会比较慢嘛，那它会促进这些代谢。还有哪些植物是有你不知道的神奇能力？或者你有知道哪些神奇的植物？欢迎在留言区底下与我们分享哦。想知道更多神奇的植物吗？那可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哟。这里是大社照，喜欢这期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别忘了帮我按下订阅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